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一颗杂交的石斛兰，是2个日本石斛兰的杂交品种。这颗石斛兰我在年初的时候买回来之后呢，就一直都是种在这个瓦盆里面，没有给它换过盆。这颗石斛兰是兰园的老板给我推荐的。他说这颗石斛兰比一般的石斛兰更加容易种植。买的时候呢，它是有几个高芽，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大。买的时候，老板就再三嘱咐我不要给它把这个高芽摘下来，一定要等它开花之后才给它把这个高芽摘下来，另外种植。现在这些高芽已经长得很大，根也长出了很多了。这颗石斛兰比买回来的时候长大了很多，根有的已经开始是非常干了。我想是不是这个瓦盆太小，然后里面的植料太少，水分没有那么充足呢？今天就来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杯子，把它重新种起来。我买回来之后呢，就用4个棍子把这个石斛兰支撑起来。虽然不是太美观，但是还是有一点作用的。这颗石斛兰真的长得太快，长得太高了。把这些棍子都拆下来。为了把这颗石斛兰支撑好，我还特意上网学习了一下，做了一个支撑的架子。换好植料之后呢，就来实验一下，看看这个支撑架子的作用好不好。这颗石斛兰我在网上查不到它的中文名字，只是看到它是有2颗日本石斛兰的杂交品种。它的花是花瓣是白色，花心是红色的。好了，把这2棵野草拔掉，看一下里面的根的情况吧。现在这个瓦盆非常的湿，我是怕它这个植料太少了，水分供给没有赶得上，所以呢，我就用水经常把它泡着。看一下里面的根，真的是没有多少植料呢，很少的水苔裹着而已。根看上去还是可以的，硬硬的，没有发烂的现象。这边的根看上去有一点黑，但是摸起来还是硬硬的，没有发软。就不需要把里面的水苔都拔掉了，就这样子把它种回去吧。看上去还是挺健康的。今天准备用塑料杯把它种回去。塑料杯已经打了孔，底下面也打了孔。这个是18盎司的塑料杯，植料呢是用陶粒、木炭加水苔把它种起来。首先我是放了一层陶粒在杯子底下面，然后加一层水苔，再加一点陶粒。石斛兰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，但是又怕有积水，所以我用杯子呢底下面是有洞的，多余的水分就通过陶粒然后排出去，水苔呢就有效的保持它的湿润程度，维持的久一点。
听起来好像很矛盾，既要保持它的湿润程度，但是又不能够积水。所以我们在选择植料种植的时候呢，就要更加小心。树皮、木炭、陶粒都是排水性比较好的植料，而水苔是可以更有效的保持它的湿润。要保持它的湿度，但是又不想它烂根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空气流通，空气流通了，水分多一点也是不会造成烂根的。兰园的老板跟我说，这种石斛兰比一般的石斛兰更加容易种植。它对温度的要求不高，它可以耐高温，也可以耐寒，比一般的石斛兰更加耐寒。然后对阳光也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强光它也能够接受，半阴的环境它也能够生长得非常好。这棵石斛兰我买回来之后呢，没有给它施过兰花的专用肥。浇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偶尔给它浇一下酵素水。好了，这一盆石斛兰就换好植料了。现在来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支撑的架子，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支撑架子是用钢线做的。就把这个插到这个杯子下面就可以了。有头粒在下面顶着，还是把它拨开吧。本来是在没有放植料之前就要把这个夹子放进去的，这样子会好一点。把这个摁下去，夹紧了杯子，然后就整理一下上面这个圈圈，把它勾起来。这一次用的铁线是16号的，我想如果用12号的硬一点，可能更加好。好了，放好这个支撑架子，是不是比刚才用4个棍子撑起来更加美观实用呢？看看还是可以的，我是非常的满意。下一次用12号的钢线做，可能真的是效果更好一些吧。陶粒还有一点空位，好像再整理一下，把它稍微的往上提一下，然后就摁一下这个陶粒，它就往下走了。用陶粒种植真的是非常简单，捏一下杯子，它也是可以把它的缝隙填满的。这一只石斛不够长，用一个夹子把它夹起来吧。好了，这个石斛兰用这个夹子夹起来，看上去就非常的整齐了。感官上看上去还是可以的。这种石斛兰开花的花期应该是11月份到12月份。我发现它这边长了一个点，应该是花芽吧。
我也不太确定。这边有一个，然后呢，我发现它这一边这样子看，这样子看清楚一点，这个也是应该是花芽吧。我希望它们是花芽，然后在短期内我就可以欣赏到它美丽的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